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天气，明天晴天吗？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什么经历？听起来很有趣。我上次就因为晴天吃了亏。晴天怎么会吃亏呢？我以为是那种特别暖和的晴天。结果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穿的太少了，冻得发抖。哈哈，你把晴天想得太简单了。对啊，我当时就想，明天晴天吗？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其实学问很多。是啊，不只是是或否。我们会关注很多细节呢，比如温度、风力等等。还有晴天的程度是吗？对，就像你说的大晴天。中国人对天气描述很细致。我发现有些词很有趣，比如多云转晴这种说法。或者晴见多云也听过。这些都比晴天具体多了。我以前只知道晴天啊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同。没错，天气影响日常计划。对，比如户外远足活动。或者是穿什么衣服出门。这很实用，也很文化。了解这些能避免尴尬。就像我上次冻得发抖。那真是个深刻的教训。所以，当别人问明天晴天吗？你现在会怎么回答呢？我现在会看得很仔细。是啊，要考虑温度范围。还有没有风、紫外线。这都是很重要的信息。我会先问他们什么计划。哈哈哈，这很聪明。是啊，避免再次吃亏。比如，他们要不要晒衣服？或者去公园散步等等。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也很重要。有时感觉不太准呢。对，所以要看多个来源。甚至自己观察云层。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。看来明天晴天也不简单。背后有很多生活智慧。还有语言和文化差异。下次我们再聊聊别的天气词。还有好多呢，比如阵雨。对，阵雨就很特别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常常让人措手不及。我有次出门没带伞，结果突然就下大了，真是太无奈了。是啊，全身湿透，只好躲屋檐下。那种感觉真的很扫兴，心情糟透了。所以我现在特别留意局部有雨。哈哈哈，局部等于你那里有雨。没错，不能侥幸，经验之谈。中国人形容天气很形象生动。比如凉风习习，听起来就很舒服。还有骄阳似火，一听就热得不行。这些词汇充满了画面感和情感。不像预报说多云，感觉很模糊。哈哈，多云是想象空间最大的。对了，你觉得湿冷和干冷呢？哎呀，这是南北方差异的典型。北方干冷，屋里有暖气就好受。南方湿冷，那种冷真是入骨髓。我有朋友来南方，被湿冷吓到了。
穿再多也感觉透风，特别不习惯。这种体会没经历过很难懂吧？确实，大家觉得哪种冷更难熬呢？这个真的没有标准答案。不过，说到天气，还有个词很有趣。是什么？快给我长长知识。秋高气爽，你知道它指什么吗？秋天，天空很高，空气很清爽。没错，但它背后还有层文化含义。哦，愿闻其详，我真好奇。秋天是丰收的季节，心情愉悦。原来如此，跟收获联系在一起了。不仅是气温舒适，更是心境开阔。真是把自然和人文融合得很好。古代文人墨客常用来描述美景，难怪听起来就自带诗意呢。对，这些词让天气描述更有深度。我有个趣事，关于回南天。哇，那是南方独有的魔法吧？真的，墙壁家具都出水珠了。感觉整个屋子都在哭泣似的。那几天心情都跟着潮湿起来。衣服晒不干，食物也容易发霉。生活的挑战，语言也反映出来。是啊，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天气词。这些词背后都是独特的生活经历。那么，关于极端天气呢？比如台风。台风就复杂多了，变化莫测。对，那下次我们再深入聊聊台风吧。是啊，台风确实让人又爱又怕。爱字用得妙，因为它带来降雨。但怕更多吧，破坏力太大了。没错，特别是风力的说法特别形象。我记得有几级风的划分很直观。对，比如7级风就很难站稳了。哇，那风速一定快得惊人。有一次我在海边，台风眼还没到。那感觉一定很不一样吧？突然风雨交加，雨伞瞬间就吹翻。哈哈，这画面感太强了，狼狈。简直像个电影场景，太刺激了。所以说台风无情是真的。但是人们也发展出很多应对措施。比如防台风警报的语言很特别。会有蓝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红色。哦，这和火警的等级一样吗？警报颜色越深，代表危险越大。这种颜色体系真是一目了然。那么，你觉得哪个颜色警报最常见？我觉得黄色警报出现得多。没错，它提醒大家要开始防范了。这背后也是一种文化智慧吧？是的，人们在语言中融入了经验。还有些地方叫台风为风球。哇，这又是哪个地方的说法呢？好像是港澳地区，很有意思吧？听起来就带着地方特色和历史感。广东人还会说打风，很形象。打字把风的猛烈表现出来。这些词真是让天气更生动了。我有个朋友分不清阵雨和雷阵雨。哈哈，这确实容易混淆。他以为雷阵雨只是普通的下雨。但雷字就意味着有闪电和雷鸣啊。对，结果淋得像落汤鸡回家了。哎呀，这真是个深刻的教训。
所以理解这些词很重要。否则就会有这种失身的体验。不止淋雨，还有冰雹这种。哇，冰雹可比雨水硬多了。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很吓人。我邻居的车顶就被冰雹砸凹了。天气真的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。对啊，我们只聊了晴雨风。还有一些更微妙的天气现象呢，比如雾霾和沙尘暴这类。它们背后又有哪些语言和故事？那下次我们再来慢慢聊聊吧。等等，既然提到了，不如就现在说一点。哈哈，也行。你最先想到哪个？当然是雾霾啦，北京冬天常见。对，但好多人分不清雾和霾呢。是啊，我刚开始也以为都一样。其实雾是水汽，能见度很低。就像走进浓浓的白色云团里。没错，我有次开车就差点迷路。哇，那开车一定非常紧张吧？对，感觉周围什么都看不清了。可是霾就不同了，它更隐蔽。它是空气中的颗粒物造成的。颜色通常是灰蒙蒙或土黄色。而且闻起来味道也有些不一样。没错，我觉得霾会让人嗓子不舒服。是的，所以很多人会戴口罩出门。看来，从颜色就能初步分辨它们。还有一点，你注意过雾消散很快。确实，太阳一出来就散得差不多了。但霾就没那么容易消失了。经常会持续好几天，影响生活。雾里看花跟雾霾所成感觉不同。哈哈，一个浪漫，一个让人郁闷。是啊，这词语背后的情感差异很大。你知道“霾”这个字的历史吗？哦，它有什么特别的来源吗？古代就已经有了，常指风沙导致的昏暗。那就是说，它和沙尘暴还有点关系。完全有可能，尤其是在北方地区。说到沙尘暴，那景象才叫震撼。我记得有次我爸妈去旅游，就遇到了。真的？他们怎么样了？整个天都黄了，像电影末日场景。哇塞，听着都觉得害怕。他们说风刮的石头都能飞起来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？是不是有点像神话？真的，回家后车里都是沙子，感觉像被一锅沙子炖了进去。哈哈哈，形容的太到位了。那沙尘暴这个词，它很直观。对，沙子、灰尘、暴风，一目了然。但我们是不是还少说了一个重要的词？哪个？难道是跟雪有关的吗？比雪更冰冷，也更危险。难道是冰封或者严寒？不是那种能把树木都压断的。哎呀，你指的是冻雨吧Big，它对交通影响特别大。对，南方冬天偶尔会有路面结冰。而且，你知道冻雨和雨夹雪怎么区分吗？冻雨是雨滴落到地面才结冰。啊，就是地上滑倒人的那种。对，路面玻璃一样，特别危险。那雨夹雪呢？就是雨和雪一起下。差不多，它是雨和雪混合着。
那种下起来感觉很湿冷，比单纯下雪更让人觉得难受。我记得有一次下冻雨，路面全结冰。哇塞，是不是连车都开不动了？真的，我的电动车完全无法骑。那大雪和暴雪又有什么不同？暴雪应该就是雪下的特别大。是的，还伴随大风，能见度很差。就像北方那种一夜白头的感觉。没错，能把路都堵死，交通瘫痪。咱们南方人很少见到那么大的雪。你知道吗？一些地方还有雪窝。哦，是说雪特别多的地方吗？对，比如山东胶东，冬天雪特别厚。真的吗？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呢。那边雪能没过小腿，很特别的。哈哈，听起来像个冰雪世界。我们说天气，有时候也带点玩笑。比如形容一个人变脸，就说变天。对，还有晴天霹雳，突然打击。这个词挺形象的，突然的坏消息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因为天气误会？有啊，比如北方说下雨了。然后呢？有什么误会？他们说的可能是小雨，但南方……哈哈，我们可能觉得是倾盆大雨。真的，地域差异太有趣了。没错，有些词背后带着地方特色。比如四川盆地的多雾天气。还有重庆，经常是阴天为主。感觉他们的天空很少是蓝色呢。是啊，那是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。说到地域，你听说过回南天吗？当然，那可是南方特有的魔法。哈哈哈，形容的太精准了。家里墙壁、地板全部湿漉漉的。没错，晾的衣服几天也干不了。感觉整个屋子都在流汗一样。是啊，潮湿的让人心情都不好。你知道这个回南天的回字？感觉它很有方向感，从南边回来。其实是指冷空气走了，暖空气回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很有趣的解释。天气词汇里面真的藏着好多文化，还有很多谚语都和天气相关联。比如朝霞不出门，晚霞行千里。这些经验真的能指导生活。不过遇到一些极端天气，真是。比如台风，那个影响就更大了。对，台风的预警和防范又是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台风的名字。哇，那个也很有意思，名字的故事。对，台风的名字有花有神，还有各种动物，真的很有趣。这些名字背后都有文化。没错，反映了人们的想象。不同的天气，不同的感受。是啊，比如雨天，心境不同。阴雨绵绵，会让人想家呢。晴空万里，就想出门玩耍。天气对情绪影响真的很大。古人观察天气也靠经验。那些谚语都是生活智慧，教我们如何适应大自然。听起来很有趣，也很实用。中国地域广阔，天气多样，南方北方差别特别明显。南方潮湿，北方干燥寒冷。
比如北方的雪，南方很少。南方常下雨，北方雨水少。这种地理气候也影响文化，比如饮食都和天气有关。穿衣打扮也都有讲究呢。没错，真是渗透到生活里。天气变化提醒我们珍惜，珍惜好天气，做好坏准备。今天聊了好多天气词汇啊，从回南天到台风名，发现每个词都藏着故事。是啊，语言和文化交织着。学习中文真的很有意思，不只是词语，还有这些事。对，这正是我们想分享的。今天的分享让我又学到，原来天气不只是冷热雨晴，更是了解一个地方的窗口。没错，非常感谢大明的分享。哈哈，小美也提供了很多，这些词语都变得鲜活了。希望大家听了也有收获。是啊，原来天气里藏着生活。我特别喜欢那些天气谚语，它们是古人的智慧，非常实用。学习中文真的充满趣味性。那么，你的家乡有什么特别的天气现象或俗语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和经验。期待你们的精彩留言和我们互动。下次我们来聊聊中国传统节日那些有趣的习俗。哇，那个一定也很有趣。没错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